他不是薛先生。若不是处处演出蹊跷，我还被薛有成蒙在鼓中，从长安到黔州，甚至追去了节度使军阵。这逆党魁首，我做了无数的推想，算了无数的命，唯独没有算到他。大唐怎么会有如此愚蠢的刑狱官？禀尚书大人，死者颈部勒痕深重，自前颈部斜向上，直于耳边，此乃自缢而死无误。行了，这里没你们的事了，去刑部衙门做个证吧。是。淤泥坊邀您收看御赐小仵作，王爷喜欢好看的，幸好有它，清洁到位，好看加倍。淤泥坊氨基酸泥浆面膜，雾感亲肤，深层清洁，夏日必备。雀巢巴斯芳邀您观看御赐小仵作。来人，把这个逆党一号给本官拿下！我就说嘛，这安郡王从哪里又找来了一个女仵作？果然还是你。安郡王素日里公正严明、光明磊落，如今却做出了欺君罔上之事。今日本官抓你去面见圣上，我倒要看看安郡王如何解释。拿下！韩尚书，本王何时欺君了？安郡王，你来的正好。
你可敢当着众人的面说说，这个女子她不是逆党一后楚楚吗？她是楚楚，但她也是本王门下的仵作。既然她是三法司的仵作，本王调用她，有何不可？安郡王，你可别忘了，仵作身份不是你一句话说了算的，那是吏部和三法司共同签发的凭证才作数的。韩尚书说的可是这个？尚书大人，这确是真的。韩姬，本王一日执掌三司，就一日，还是你的上官。你若再出言不逊，莫要怪本王在你手下人面前不给你留情面。你。当心脚下。王爷，那吏部和三法司共同签发的凭证，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呀？那是那场仵作考试之前的事了。我向圣上请了一张吏部和三法司共同签章，一应俱全的空白仵作身份凭证，只要填上录用者的信息，当即生效。你怎么都没告诉我？我也是昨晚才填上的。昨晚？我不是昨晚才决定要录用你的。我知道。楚楚，我迟迟没有填它，是想给你一个后悔的机会。你要知道，这是朝廷的文书，一旦填上，便不容更改了。我以前就说过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你还是不信我吗？我信，我相信这是你当下最真实的想法，但我不敢相信日后的你也都会这么想。毕竟从没有人说过，在我手下当差是件高兴的事儿。我不希望用一卷文书困住你，我希望你是自由的，我希望你留在我身边的每一刻都是心甘情愿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，谁说被你录用了就得一辈子跟着你当仵作啊？那些成了亲的夫妻还能和离呢。我要是不想干了，就地辞呈回家呗。可以啊，但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我可不敢确定自己会舍得放你走。你只是一名仵作，而我是从一品郡王。我如果真的耍赖起来，你可是一丁点办法都没有。你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逗我？西平公主到。拜见陛下。熹嫔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熹嫔奉旨前来，不知陛下这是何意？公主，昨夜太医令张叔被发现死在太医署内，经现场勘查及多方取证，查实其为悬梁自尽，
但他乃是被人逼迫，走投无路，为保全家人，才舍弃了自己的性命。公主，难道您还不认罪吗？真是无稽之谈！我与张太医无怨无仇，为何要加害于他？为何？陛下手中拿的东西，您可认得？哼，你自己看看。这是我的医案，自文宗朝起，张太医就一直为我诊脉。他手里有我的医案，这又如何？公主，可否借臣一用？诸位请看，这医案里记录的是西平公主孕期的情况，已请太医署的多位医官验看过，种种迹象皆显示，当年公主竟怀有一胎。一胎要出事了。函上说，女子孕期连脉象都会虚虚实实，时有不准。当年我一胎诞下双生子，长安城人尽皆知。如今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不信事实，偏偏要相信这一纸陈年医案。事实就是，当年公主只诞下一胎，另一胎是从他处抱养而来的。真是无稽之谈！我堂堂大唐公主，若想抱养一子，只管抱来养就是了，何必需要遮遮掩掩？因为你抱养的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而是文宗朝率众造反的剑南节度使陈英之子。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既然公主说我一派胡言，那就请公主听我一一举证吧。公主身份尊贵，自幼长在这禁宫之内，与驸马萧衡成婚之后，才出宫见父。能让公主费心收养其子，此人必定与公主相交甚笃。而在这长安城中，与公主孕期相当，又与您交好的，唯有陈英之妻。据卷宗记载，当年陈氏已怀有近8个月的身孕，得闻陈英之事后，大动胎气，未能生产，便血崩而亡。按理来说，此时的婴儿骸骨应该还蜷缩于陈氏的盆骨之间。可是我派人连夜查看了棺中，发现婴儿的骸骨的确还在，但是却周身挺直，位于陈氏的双腿之间。由此可见，是有人事后放入死婴骸骨来混淆视听，对也不对？呵呵，公主倘若仍不信我所言，我可把人证带上来了。带人证。公主，您可认得此2人？抬起头来。这2人，年长者是旧时公主府的乳母，另一个是旧时公主府上的婢女。当年公主为了隐瞒自己抱养孩子之事，就把深知内情的这些婢女还有仆人们全都遣散出府，安置在扬州。但是公主您却留了一手，将他们的至亲之人扣押在府上，当作人质。这2人就分别有妹妹和儿子被扣在府上。时隔多年，他们思亲心切，又见到公主府2位公子皆已长大成人，便想向公主赎回亲人。万万没想到，却遭到了公主的拒绝，还险遭暗害。我没有。当年是他们自愿把孩子留在公主府的。当时那2个孩子年纪虽小，却聪明伶俐。他们把2个孩子留在公主府，也是图日后有个好前程。现如今，那2个孩子还在我府上，陛下可以把他们传来一问。
他们既是公主的家仆，当然是会站在您这边了。证词不可用。公主见到2位突然回京，担心事情败露，于是便威胁了深知内情的太医署张太医。公主，你先是窝藏逆党夷后，再欺君罔上，又为了隐瞒真相，残忍地逼死了太医署的张太医。哼，如今人证物证皆在，公主，你还不认罪吗？熹嫔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我没有害死张叔。另外，锦与锦离都是我的骨肉，除此之外，我无话可说。安郡王到。臣有话要说。臣萧景瑜拜见陛下。免礼。你说你有话说，你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方才在外听见韩尚书的一番推论，臣以为韩尚书所奏漏洞百出。安郡王，你如今有逆党夷后之嫌，没有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。萧锦瑜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怎么个漏洞百出？韩尚书所呈卖案，必是他人蓄意伪造的。安郡王啊，安郡王，你可真是狗急跳墙啊！啊，连这等睁眼都说不出来的瞎话也都说出来了。你连这卖案都没见过，如何敢在这里言之凿凿啊？韩尚书可曾想过，张太医若真是走投无路，想以自尽保得家人平安，又何须将这卖案放在桌上，让你发现？他一死，必有人来搜查。若有人看到了卖案，怀疑公主，公主得知后再对他家人下手，他岂不是白死了？或许是这张太医想以此来令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哼，笑话！张叔并非平头百姓，他一介太医令，面圣的机会比你我都还要多。他若真想告发什么事，岂用赔上自己的性命？陛下，臣请验看韩尚书所说的那卷卖案。韩姬，给他看看。陛下，这卷卖案用的虽是陈年旧纸，但墨迹却是崭新的。诸位大人，但凡看过账簿或登记册的都会知道，即便是同一个人，使用同一副笔墨书写，每日的字迹都会有细微的差别。但这卷跨期近1年的卖案，却是一气呵成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这卷记录公主卖相的卖案，用的却是3年前歙州才研制出来的无香墨。无香墨以极为精巧的制墨工艺，极大降低了墨水本身的焦臭味，而不像以往的制墨之法，要在墨中添加香料以遮盖焦臭，所以谓之无香墨。现下此墨仅用于宫中，即便是他曾在某处得到此墨，又怎会用来誊抄一卷卖案呢？朕从未将无香墨赏给太医署任何人。韩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太医又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他确实是吊死的。当真？他颈前有一道紫黑色的勒痕，位于喉结下方，所以他唇齿微张，舌尖探出。这道勒痕从他颈前一直延伸到他耳边，而且他腿上有血印，确实是吊死的。不过，他应该不是自己把自己吊死的。为什么？
因为他身上有些淤伤，应该是临死前和人打斗过，但又不像是和人面对面打斗造成的。什么意思？他双手手腕有明显被人大力抓握的淤伤，但他身上其他的淤伤大多都在他四肢的侧面和背面。这一架真不知是怎么打的。这些淤伤在什么部位？他左腿的外侧位置上有条状的淤伤，是磕在坚硬的棱上造成的。王爷，我们来试一试。好。如此挣扎，是否伤处就会在四肢的背面或侧面？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可此人为何会与张太医如此打斗？张太医年逾60旬，又无功夫在身，一道重击将他制服并非难事，怎会费如此周章？我知道了，他是要先把张太医在床榻上捂晕过去，然后再吊在房梁上，这样看起来就和吊死没什么区别了。我在死者的鼻子里发现了一些白色的细絮，我还纳闷那是什么东西呢，原来就是棉被里的棉絮。他一定是在被捂住口鼻时奋力挣扎吸进去的。可是发现死者的人明明是看到死者当着他们的面踹凳子的。我听说他们发现的时候，死者还吊在梁上直晃荡呢。如果他真是这样被杀死的话，那2名发现死者的太医是不是就撒谎了呢？陛下，臣已查明，太医张叔之死并非悬梁自尽，而是被人用棉被捂至晕厥之后，悬吊于梁上而死。真是无稽之谈！当日太医署的2名医官亲眼见到，张太医自己踢倒了凳子，只不过他年迈体弱，才没能救得过来。当日是谁发现张叔上吊死的？朕来问你们，当日是否亲眼看见张叔是自己踢倒凳子的？是。陛下，臣相信2位医官并没有撒谎。安郡王，你一会儿说张太医是被害死的，一会儿又说2位太医没有撒谎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张叔确实是被他人所杀，2位医官也都没有撒谎，他们只是被凶手的障眼法所骗，误以为自己看到的当真就是张太医踢凳子自杀的一幕。陛下明鉴，安郡王明察。陛下，旁边这间屋子与案发之地一模一样，臣已将屋中布置为案发时的情形，还请陛下移驾亲自去看看，凶手是如何掩人耳目的。好。陛下，屋内已如死者被害之夜一般布置妥当，只要重演当夜2位医官发现死者的过程，便可真相大白。陛下，我来。2位医官，当日你们推门之前，这门扇可是如现在这般？正是。韩尚书，请吧。
二位医官，你们当日听到看到的，可是如此？是，正是这样，分毫不差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木头假人自然不会自己踢翻凳子，这不过是凶手布下的一个小小的机关罢了。陛下，凶手五云张太医之后，就是用此绳做出了张太医自尽的模样。而后用凳子斜立于死者脚下，以死者的双脚挡住凳面，在凳子着地处支上一支毛笔，使凳子刚刚好不会倒下。之后虚掩房门，将细杆放于此相接之处，待一有人推门，细杆击中毛笔，凳子失稳倒地，毛笔滚至一旁，尸体吊于悬梁晃动。哎呀，快救人呐！这便是二位医官当时看到的场景。陛下，这便是刚才支在凳子底下的毛笔，而这一支是张太医屋中的毛笔。陛下仔细对比，能发现两支毛笔的尾端都有几乎相同的磨痕，笔锋分散形状也几乎相同。果真如此。现场散在地上的药材和药包，也都是凶手为了掩饰这一机关手法，故意散在地上，使得地上的毛笔和竹竿看起来不至于太过显眼。众卿，安郡王这番推断，你们可有何异议？臣无异议。臣也无异议。萧锦瑜，你既已知凶手是如何行凶的，可也知道这凶手是何人喽？凶手煞费苦心设下此局，但此局有一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凶手在布置完机关之后，只能翻窗离开现场。而那晚，凶手翻窗逃离现场时，匆忙之间被窗上的一根木刺勾下了身上的一根丝线。这好像是……陛下明鉴，这丝线正是来自宦官衣服的内衬。孙公公，当晚太医署进出记录上有你的名字，时辰也与张太医出事的时辰相吻合。据查，孙公公尚未申领新的官服，不知可否当着众人的面看看你身上这件官服的内衬？王爷，您这是何意呀？陛下，凶手正是此人。陛下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，真的不知道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救救我啊！师父，师父，救救我呀！师父，师父，救救我！你大奴才，竟敢在御前行凶！哼！陛下，这恶徒犯下了如此罪孽，实为老奴管教不严。今日安郡王已经查清了真相，
铁证如山，足以定案了。老奴掌管内侍省，有训诫惩处供人之责。即便这个恶徒平时称老奴一声师傅，老奴也断不能姑息包庇于他，必须得严惩。陛下，老奴出手是急了点，可这恶徒若是狗急跳墙，伤及陛下的龙体，老奴就追悔莫及了。陛下，老奴一片忠心呐，还望陛下见谅。秦公公，你恐怕不是要惩处孙明德，而是怕再不杀他，他就会在惊惧之下供出你是如何想要利用张叔之死，给我母亲扣上一个窝藏逆党遗后、欺君罔上的罪名吧，从而提防我回京，携带铁证，揭露你们当年颠倒黑白、冤杀剑南节度使的罪行吧。哎呀，安郡王啊，孙明德之罪，是您刚刚亲自在陛下和众臣面前证明出来的呀，对吧？我相信了您的推断，我才就地正法了这个恶徒。您现在说这样的话，我跟您讲，老奴可真的就听不明白了。陛下，还望陛下为老奴主持公道。萧锦瑜，这怎么又扯到剑南节度使那儿去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把话说清楚。陛下，臣此行西南，找到了臣失踪多年的父亲文宗朝监察御史萧何。家父已于5年前在黔州过世，遗体臣已带回长安。家父临终前留有证物，并且将当年遭遇的一切以反切法原理编制密语，书于他的遗言之中。恳请陛下准臣呈上遗书和证物。准。殿下，殿下，出事了！薛府的人全都不知去向。什么？兵部也打探不出任何消息。再就是那安郡王已回长安了。他能活着回来，那就说明是西南军中败了，兵败之事绝不可泄露。殿下，城中十分危急，应该尽早谋事啊！尽早谋事？本王谋事10余载，倾尽心力。此时本与他毫无干系，他既非要与本王为敌，那就怪不得本王了。我让你安排的人和地方都安排妥当了。殿下放心，在下已经安排妥当。萧锦瑜，你是我教出来的，你以为你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陛下，臣已将发现家父遗书的经过和遗书解译后的内容尽书于奏本之中，请陛下过目。
家父当年奉密旨前往西南，召剑南节度使陈英入京讨贼。陈英率2万余众，奉旨赶赴长安，却被宦官污蔑为反贼，惨遭伏杀屠戮。家父为正剑南节度使众人清白，携密诏拼死冲出重围，但因秦鸾一党，唯恐家父返京，揭露真相。多年来，一面在京中设下重重暗哨埋伏，一面派人平往西南搜捕追杀，使得家父至死都未能返京沉冤。臣此次赶赴西南，幸而循着家父生前留下的线索，找到家父临终前留下的遗书和种种证物，方才得知这数万钟鼓沉埋西南之地的冤情。臣恳请陛下重查此案，还剑南节度使陈英一众忠义之师以清白之名。秦鸾，陛下，老奴当年带兵奔赴西南，绞杀反贼，是奉了文宗皇帝的旨意，此事朝野皆知。当年西南事发之时，安郡王还没有出生呢。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了，他只是去了西南一趟，带回了一具陈年尸体和几件极易伪造的所谓证据。今天就在这儿混淆视听，颠倒黑白。安郡王恐怕是为了西平公主和自己脱罪，在巧言歪曲当年的事实。陛下，事关重大，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臣还有一证据，可证明秦鸾绝不清白。还有什么？一并拿出来。三法司仵作楚楚，叩见陛下。陛下，您看看，她就是逆党遗后云逸之女。吹不散，剪不断，没遇见是对你的想念。月光寒，天色晚，尘世间冷暖，唯有你身边，拥抱让我眷恋。闭上眼，又相见，在耳边拂过你的发线。岁月长，情意间，人世间遗憾，没有你相伴，多远都走不散。来守候，只为你牵挂着，此生未预留。人未了，情未了，终于为了你落脚，能借我一生来依靠。远方的此生的美好。